家好，我是 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这两天在朋友圈刷到了一则令人肉疼的消息，一个华人朋友因为要回国，家里面没有人，竟然把暖气炉关掉走人了。结果呢，可想而知，家里面的水管爆裂漏水，水漫金山。尽管告知了保险公司，安排了朋友代为照看，可是根据保险公司评估师的检测，水管爆裂是由于室内的温度骤降所致，而温度骤降的原因肯定是暖气炉不工作，而且呢没有满足3个必要的条件之一，所以保险公司很自然的是拒绝理赔。而这位保险经纪公司的朋友说，今年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1次和第2次发生了，所以我立刻决定马上制作一期视频，希望呢可以引起大家的普遍注意。今年的冬天快要结束了，但是期待可以帮助更多的华人朋友在以后的日子里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的感谢来自萨省的保险经纪董兵给我们提供的相关保险的信息。好了，下面我们就言归正传。无论您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如果您和您的家人计划远行，在一段时间内家里没有人，除了委托朋友帮忙应急之外，在出发前请按照下面的步骤逐一实施，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第一，关闭供水系统，以免造成水管爆裂，进而产生损害。就像视频开头提到的一样，如果家里面没人居住，水管爆裂，水漫金山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在出门之前，可以考虑先找到供水的走阀门，我们把它叫做 main shut off valve， 确保它是正常工作的，然后关闭它，并尽可能的将水管里的水排干。但是在此之前需要提醒您需要确定关闭总的水阀门不会对其他的系统有不良的影响，避免顾此失彼。比如说，有的房子里面呢可能安有消防喷淋系统，那么这部分系统的水是不能关闭的，而且呢还要保障它们不能够被冻裂。第二步，做好下面的5件事情，保持暖气炉的运行正常。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面对着加拿大寒冷的冬天，尤其是极寒的天气，暖气炉停摆呢超过2天，就可能会造成非常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首先千万不能为了节省一点点的电费和燃气费关闭暖气炉。这一点有很多新来到加拿大的朋友并不知道，总觉得跟国内差不多我不在家我就把暖气炉关掉，可以节省一点电费和燃气费。请大家注意，在整个冬季都不可以关闭暖气炉。其次，如果温控器是用电池的，在出门之前更换新电池，避免简单的问题造成大麻烦。关于温控器更换电池的部分，请观看我们另一个专门的视频，我呢也会将链接放在留言区。再者，温度可以调低节能，但是不可以设置低于16摄氏度。对于像萨省、曼省等类似极寒天气的省份，建议不要设置低于18甚至是19摄氏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区温度下降的是非常的快的。如果温度设置的太低，则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温度设置的稍微高一点，当暖气炉出现一些故障的时候，至少还可以挣扎一下。第四，预算允许的范围内，建议将温控器更换成智能恒温器。因为机械的运转，没有人可以预测它什么时候正常，什么时候停摆。即便是提前做了设备的维护保养，也没有人可以保证它能够一直有效的运转。除非您委托的朋友或者管理员100%的可以每天上门检查，确认暖气炉工作正常。否则呢，建议大家安装智能恒温器，比如说 Nest， 比如说 Ecobee。这样的话呢，只要房子里面的网络畅通，不论您距离这个房子有多远，
只要它感应到室内温度下降到非正常的状态，您都可以及时的得到邮件的提醒。这个时候啊，您只需要及时的联系维修人员上门，就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还有呢，这两款温控器一般来讲是不需要电池供电的，也可以降低风险。关于如何选择温控器，请大家观看温控器选购指南这个视频，我也会将相应的链接贴在下面的留言区。第5件事，更换新的过滤网。在出门之前啊，一定要更换一个新的过滤网。这个呢，是对于我来说已经说烂了的话题，但是往往小东西造成大麻烦。关于过滤网的更多细节，请大家移步相关的视频链接，同样请参见留言区。另外啊，打开房门和壁橱的门，对于保持热量的循环和给有管道铺设的位置保温也有一定的帮助。那第3大步呢，就是检查sump pump 和排水泵的电源，确保通电并且正常工作。大多数的房子的地下室呀，都会安装有一个排水泵，它主要的作用呢是防止水倒灌进房子。曾经啊，就有一个客户，他出租房的排水泵的电源被租客拔掉了，结果呢，地下室泡水了。关于这个话题，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请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如果需求大的话呢，我们也会考虑专门制作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第4步，拔下大部分电器的电源，节能又安全。首先啊，我需要在这里跟大家明确一个概念，暖气炉英文是 furnace， 热水器英文是 water heater， 空调英文是 air conditioner。 以上的这3种都不属于家用电器。那家用电器的英文是 small appliance。 如果我们家里面有段时间控制，可以考虑临行之前将冰箱和冰柜清空，将温度呢设置到最高处，或者是直接拔下电源并将门敞开。另外呢，拔掉微波炉、咖啡壶、烤面包机、电脑、打印机、电视等等的电源。至于家里面的灯，外出的时候呢要记得关掉，但是在这里同样的推荐大家安装几个手机控制的灯，或者是计时亮灯器。这样呢，在外出期间，晚上可以让灯亮一段时间，造成家里面有人居住的假象，可以一定程度上防盗。第5步，通知您的保险公司。关于这一步啊，可能99%的朋友不知道或者是不清楚，但是这个规定呢，却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在冬季供暖的季节，家里面无人居住的时间超过3天，有的公司可能规定是1周或者是10天，这些情况呢，都需要提前的跟保险公司报备，并且问清楚他们具体的详细要求。据董兵先生讲，在萨省，保险公司要求在不停止供暖的前提下，还要做到以下3件事当中的至少1件。1、关闭供水系统并排干出水管道，这也是我们在上面所讲的第1条。2、安排可靠的朋友每天上门检查供暖是否正常。关于这一点呢，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有委托，但是呢，未必能够做到每天上门。3、受本地监控公司24小时监控房屋内是否有温度的骤降。只要做到上述任何1件，那么如果因为温度低导致的水管漏水或者爆裂，保险公司呢是依然承保的，否则就会被面临拒绝赔付的情况。其实这几点啊，也正是我们在上面要求大家能够做到的。第6步，将钥匙交付给可靠的邻居或者是朋友，请他们尽可能每天关注您的房子。在我们要外出之前，除了要做好上述的措施之外啊，还要把门窗锁好，窗帘关好，跟除雪公司签订服务合同，确保及时的清扫门前雪，拜托邻居和朋友呢定期的进房子里看看等等的。总之呢，尽可能的要让外界看起来，家里面是一直有人的，防止因为外因而造成财产的损失。
最后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在冬季您和您的家人打算外出时间比较长，请一定要花费几个小时做以下的动作。大家如果怕忘记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就找出纸和笔，把它记下来，做一个列表。1. 关闭供水系统并排干供水管道。2. 确保暖气炉可以正常运行，受本地监控公司24小时监控房屋内是否有温度的骤降。3. 确保排水泵工作正常。4. 尽可能减少用电和造成火灾的隐患。5. 通知您的保险公司。6. 尽量造成家里有人居住的假象。上面的准备工作啊，可能会花费您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只有您善待您的房子，才能够收到相应的回报。只有我们事前努力，才不会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被保险公司拒赔。真心的希望我们的视频可以引起您的关注和重视，能够帮助大家防患于未然。我是 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不吝订阅和转发，让更多的华人朋友受益。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